这期的标题就叫最后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路跑鞋。大家好，我是早路。7月22号星期三，又是我们合练的日子。今天背了一包，为什么背包呢？不是今天一定要带东西，是我要试一下，就是后天的比赛背这个行不行？因为我这儿放了一个这个 Go Ultra 的外壳的本体，那比赛我估计我得4个小时开外了，要有电，而且最后要戴上头盔以后，不知道帽子还能不能，这大小够不够弄到头盔外头贴摄像头。而且我现在穿了双鞋，实验的鞋，看袜子没有专门配色，这是布鲁克斯的那个山猫，算是一双越野鞋，因为那个山路太难了，一直在往上。看大文先生从6盘水回来了，年龄组第18名，而且还被新华网采访了。采访的节目什么时候放？是写字的还是？もう已经剪字了啊，所以嘛，今天或者明天我问这个记者放了告诉我了。今天跟后面跑，他们第一个集团的目标是3分20，第二个集团的目标是3分45。走。海盗，海盗，到3分55，这鞋是会跑的稍微多用一点力。海盗，我今天结束了，跟这组跟100-200米。
最后一个挑战，然后跟一个回来的第一集团，他们到现在为止应该是1.4公里了，到我这儿应该还剩最后的500米。来了来了，大江先生领头。上一下子，上一起哈气，3分18。快到！这个都是冻了冰的水。啊，还有一水鸟呢，哎，这可以啊，来。哦，哈哈哈哈。哎，今天有些热，对不对？今天穿越野鞋路跑还是感觉很不一样，这是我第一次这双鞋是第一次穿，这鞋还是有碳板的。我认为穿这个鞋的感觉，今天这个感觉，就有点像那 Adidas 9那种薄底鞋，我们穿惯了碳板，穿惯了厚底儿。其实我觉得碳板和厚底儿是一方面，它一方面就是这个坡叉，这叫向前推你的这个感觉。其实有时候感觉鞋在推你，不一定是鞋在推你，就像我们是经历过从没有碳板到有碳板这个时代的跑者的。我的第一双4%到手以后穿上，我都站不住，就往前倒。然后之后那个适应了以后，紧接着第一代的 Vaporfly Next 的那个穿上以后都走不了路。那个穿上以后，我的第一次训练是到新加坡的第一天，就感觉要飞起来了，就是那个感觉。所以鞋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。这个鞋就感觉有点像场地赛的那个钉鞋，就感觉每一步登身都得靠自己。所以我其实有点含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。因为去年穿那个惊叹上5和木，到最后那点就全是土地的时候，有一点点那种会有点打滑和歪的感觉。这个鞋不知道，
寺田さん、富士山、富士山、シューズ、シューズラストイヤ匠。匠。あ、わかりました。何やったっけ、匠って。匠線。匠的。哦。那今天去买一双鞋吧。今天去买一双鞋。今天去买那个塔库米森。给大桑去年穿的。我这有些刚脱壳的，小伙伴们看，刚脱壳的。嘿，小伙伴们，7月22号比赛的前2天，后天就比赛了。这个比赛是周五。我大概率可能会去买一双塔库米森，因为之前本来也有想法想看看买一双，看看有没有打折的。我觉得越野鞋不适合这场比赛。这场比赛前面几公里的路跑还是要不能说快一点，要轻松一点。之后是一开始上山那一段也基本上都是路，石路土路。到最后那火山岩那儿，我觉得可能什么鞋都差不多。比较难的就是我上次跑到快到终点那2公里，快到半程终点那2公里，那个就得手脚并用了。导演先生给了一个特别对的建议，要戴手套，因为到最后可能就是手脚并用。我打算带一副手套，先塞兜里，到时候拿出来。那今天去京桥或者去梅田的 Step 看一看，买一双鞋，买一双鞋之后在外边吃个饭。今天工作也放一放了，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，休息一下。最近累了，这次给自己放个小假，去登个富士山。刚才唐云先生安慰我说：“你别担心，肯定可以，你就像上次一样，我应该大概率比上次能快一点到半程，1小时40到半程，那我就还有2个小时50分钟的时间，最后的1500米爬升和5公里多的直线距离，那只要不停下，问题就不大。那么今天混一期，明天应该不更新了。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得走，因为从大阪去富士山是不太方便的交通。因为虽然它在东京和大阪中间偏东京的位置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么先到东京，要不然先到横滨，然后坐车过去。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